你知道一门现代火炮发射多少发炮彈後才需要維修嗎？你又知道換一根炮管需要多長時間嗎？在軍事工程學和現代炮兵的運行手冊裡，有個指標叫等效全裝藥發射次數，簡稱 EFC。簡單來說，火炮發射炮彈時，炮彈後面的推进药包是分檔位的，打近距離的目標可能只需要用1級或2級低藥量装药，而要打30公里甚至40公里外的极限目標，就必須把药室填滿，使用最高级別的強裝藥或者超強裝藥。你用1級低藥量發出一發炮彈，對炮管內部的燒蝕和磨損極小，折算下來可能只有 0.05 甚至 0.02 個等效全装药發数。可如果你用最高檔位的全装药打一发滿射程，這一发的燒蝕量就是標準的一個等效全裝藥發數。這就意味着，如果你一直用低藥量打近程目標，一門炮管可能連續發射上萬发炮彈，依然完好無損。但如果你為了追求極限射程，全程開滿馬力轟炸，那麼打上1500发到2500发，這根炮管基本就離報廢不遠了。通常情況下，當拉火繩被拉響，藥室內的發射藥在極短時間內劇烈燃燒，產生高達2500攝氏度甚至3500攝氏度的超高溫高壓氣體。這是什麼概念？鋼鐵的熔點也才1500攝氏度左右。雖然這種高溫只持續幾秒，但在數千次頻繁發射的累積下，炮管內壁表面的金屬層會被融化剝蝕，特別是在連續急促射擊時。其次是機械磨損，現代線膛炮內部都有精心加工的螺紋狀膛線，分為陰線與陽線。為了讓炮彈在發射時嚴密封閉高壓氣體，並高速旋轉以穩定飛行姿態，炮彈尾部會包裹一層由紫銅或軟金屬製成的彈帶。當炮彈被推出膛內，彈帶會在膛線內強烈擠壓摩擦，這種高速高壓的硬碰硬擠壓會逐漸把精密的膛線刮平擦傷。一旦膛線被磨平，炮彈出膛時就會失去足夠的自旋穩定，導致炮彈的精度下降。就拿近幾年俄烏衝突來說，西方給烏克蘭的德國 PZH-2000 自行火炮搭載了52倍口徑長炮管和全自動裝彈機，可以在9秒內傾瀉3發炮彈。然而在實戰中，面對俄軍鋪天蓋地的火力壓制，烏軍炮兵根本顧不上軍規手冊裡的發射間歇，冷卻警告，每天單炮發射量高達300發以上，且大部分使用極限射程的強裝藥。短短幾個星期，這些火炮就集體掛了彩。車載計算機頻繁彈出膛內過熱與裝彈機故障的報警，炮口初速大幅下降，最終這批火炮不得不被緊急拖回立陶宛和波蘭的後方維修廠更換炮管。同樣的，美制 M777 超輕型牽引炮雖然採用了大量昂貴的高強度鈦合金來減輕重量，但在高強度全裝藥連續轟炸下，其39倍口徑的鋼制炮管在打到2000多發等效全裝藥後，也同樣面臨嚴重的膛線磨損和退役維護。那麼該如何延長火炮的使用壽命呢？通常在每次炮擊間隙，炮兵班組必須使用長長的压炮桿和專用的洗膛刷，蘸着洗膛藥水洗刷炮管內部，清除殘留的銅渣、炭灰和硝煙殘渣。同時，炮口初速雷達會在每一發炮彈飛出炮口時，實時測出當前的真實初速，因為隨着膛線磨損，氣體洩漏增加，炮彈初速會不斷下降。火控計算機會根據初速雷達反饋的數據，自動修訂彈道補償參數，確保膛線即使磨損了，前幾百發依然能打得準。其次是內窺鏡檢測與深管更換。每當火炮打完指定的等效全裝藥數量後，技術人員就會使用高精度的電子工業內窺鏡深入炮管內部，像做胃鏡一樣逐毫米掃描內壁的燒蝕坑、微裂紋和膛線殘存高度。如果燒蝕量超過安全臨界值，後勤保障部隊就會在野戰維修車上利用液壓設備將舊炮管從炮尾螺紋上拆卸下來，直接更換一根全新的炮管。现代熟練的後勤保障組更換一根155毫米深管可能只需要幾個小時。除了關注炮管本身，還得注意火炮上的反後座裝置。在高頻次急促射擊下，助退機內的液壓油溫度會飆升至沸騰，液壓密封圈在高溫高壓下極易老化破裂，導致漏油。一旦助退機漏油失效，下一發炮彈發射時，整門火炮就會因為無法吸收後坐力而直接翻車。因此，助退機密封圈和液壓油的更換頻率往往比換炮管還要勤快。總結來說，一門現代火炮在低裝药日常訓練下打個上萬發不是問題，但在全裝藥高強度的現代化實戰中，它的生管壽命通常只有1500发到2500发等效全装药发数，一旦超過這個極限，就必須進行換管和深度大修了。